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3月18日，星期四啊。这几天出了一件大事呀，那就是美国的川粉开枪击杀了8个无辜的路人，而这8人里面，以亚裔为主的人就占了6个人。那这个事儿很有可能含有种族迫害的成分。结果警察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凶手的一个网络留言，坐实了这种动机。好，面具人这几天都在讲房子的事儿，对吧？没有讲一些比较深度的文艺的内容。那今天咱们就来讲讲深度一点的内容，尤其是在节目的后半段，你们要仔细听完哟，包您满意。那觉得我语速慢的，可以调倍速播放啊。好，进入主题，美国的这种种族迫害事件呢，就是这个击杀了8个路人啊。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2天了，居然没有咱们华人报道。看，击杀了咱们华人没有报道我看到了咱们华人的博主基本上还就是报道习近平的皇家秘史，或者是川普又放大招了。至于咱们华人本族人被迫害了，亚裔人被迫害了，几乎没有人提及。那面具人今天就来通过这个种族迫害的悲剧来深度的讲解咱们华人脑子里面究竟在追求什么？华人的平权为什么无法成气候？好，在讲这个事儿之前呢，新来的观众朋友们，请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如果你看完了今天的节目，觉得很有意义，就不要忘了点击转发，分享给更多的人。好了，对，面具人的标题中也提到了李亚鹏被曝光欠债4000万的事儿了，是不是？好，咱们先来讲这个李亚鹏的事儿啊，种族迫害的事儿，咱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段来详细的讲，因为我讲的比较深度，所以呢就留在后半段的压轴环节讲。好，咱们一件事儿的来讲，李亚鹏欠了4000万这个事儿闹得有点难堪了，而且呢还有一段录音流出了。面具人，我听到了这个录音以后啊，当时就感觉想不到呀，经常扮演英雄的豪情万丈的郭靖哥哥，居然会有如此懦弱的跪地求饶的行为，真的是毁童年呀！李亚鹏当时塑造的郭靖形象还是不错的，是很多人儿时童年时候的理想中的英雄。李亚鹏的郭靖和当年的苏有朋的张无忌还搞收视率大战呢。观众朋友们应该都对那2部剧有印象吧？不知道你们更喜欢当年的《倚天屠龙记》还是当年的《射雕英雄传》啊？可以留言告诉我啊。面具人，我是更喜欢《射雕英雄传》。李亚鹏这个欠了这么多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根据多家媒体报道，李亚鹏被指控欠债4000万元，这个案件于3月16日作出重审判决，李亚鹏和哥哥李亚伟再次败诉，被判向北京泰和友联投资有限公司支付4000万元以及利息。报道称，此案历时多年，该笔欠款产生的利息就已经达到了上千万元。2019年流出的录音显示，李亚鹏在录音中说：“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你需要我们怎样都可以，需要我跪下，需要我趴下都行。”从这个录音中不难看出，李亚鹏在经济方面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大家来听听这个录音。上又是一个停滞的状态了。现在我们真的已经不是说时间的问题，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你们需要一个我什么样的保障，我给你们一个保障。需要怎样我都可以，需要我跪下，需要我趴下，我都可以。15年的时候，然后他这个项目他自己好像是有点开发不下去了，他要把自己手头的股份要转给另外一家公司。他写了一个就是给我们1000万的一个整数，因为他这个他在投资领域里面他叫固定保底投资的。就是现在增加利息大概有5000多万了吧，然后再加上就是实际上少给我们计算的10年利息，其实我们利息本身损失的是有2000多万的。听完了吧？3月17日，有媒体就判决结果致电李亚鹏以及他的女友哈金喜求证。哈金喜则表示：“我不清楚，你打错了，这个事儿你们不用问我。”哎呀，面具人，我也觉得问这个哈金喜也不怎么合适。这个哈金喜也就是个模特，能有多少钱呀？李亚鹏的事儿他也没能力管，对吧？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李亚鹏是一位曾经成功过的男星。
主演过《将爱情进行到底》《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等经典影视剧。此外呢，他更是一位能娶到天后王妃的情场高手。虽然两人的婚姻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但是这无疑是李亚鹏人生当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他一直做演员，或许呢现在已经能取得很大的成就了。不过呢，李亚鹏偏偏有着一个商人的梦想。从2001年开始，他就注册了公司。李亚鹏还是有一定的丽江情节的。他起初在古城幕府投资演艺剧《鲁班鲁饶》，这是一部纳西族古典的叙事长诗，为纳西族东巴文学和叙事长诗中的台柱作品之一。它与《创世纪》《黑白之战》并称为三大明珠。然而呢，遗憾的是，这么优秀的作品在李亚鹏的手里是以失败而告终的。而也是在同年，由张艺谋编导的《印象丽江》却火得一塌糊涂。由此可以看出，单从导演这个方面来看，李亚鹏的火候和张艺谋导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呢，李亚鹏并不甘心，于是呢，他在丽江又拿下了一块地，开启了他的艺术地产人生。他在第1年的时候搞了一个亚洲青年艺术节，尝试在中式传统古镇的环境中，让当代艺术的各种形式进行自由混搭，来达到一个开放跨界融合、亲近理想的生活形态。可是搞得并没有想象中的成功，于是呢，接下来就越陷越深，至今呢欠下了几千万，成为老赖。但是李亚鹏是持有香港身份，所以呢，他无法被限制啊。欠债呢，你拿他也没办法。香港居民在大陆欠4000万不还，也不用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有个外国身份就是好呀。可是呢，当这个国安法实施了以后，中国和香港变成了一国一制以后，李亚鹏也跑不掉了。这4000万终于是要定于一尊了。那这也是一个信号，很多香港人在大陆是有债务的，很多香港的投资商呀、老板呀，跟大陆是有欠款的。看来呢，都是跑不掉了，要被拉清单了。我们来看看李亚鹏欠债的具体过程啊。2008年11月，李亚鹏注册成立丽江雪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先后投资1.2亿元，取得建设用地408亩，开发建设丽江雪山文苑房地产项目。泰和友联公司看好该项目，承诺一期出资6000万元，获取雪山公司的10%的股权；二期出资1.2亿元，再增持雪山公司20%的股权。2012年1月9日，雪山公司与泰和友联签订项目合作框架协议，泰和友联还派出2名董事参与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案件审理中，李亚鹏兄弟称，由于泰和友联二期资金的1.2亿元没有到位，导致雪山公司不得不通过信托计划融资2亿元。后来呢，因为房地产政策调整以及市场不景气等原因，信托期限届满以后，通过银行借款赎回股权的计划落空。为了避免被刚性兑付，李亚鹏与阳光100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确定合作意向，进行重新融资，而泰和友联公司就借机要求李亚鹏、李亚伟兄弟对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中的4000万元固定权益收益承担保证责任。也就是说，李亚鹏想要和阳光100合作，就要至少先自己掏腰包，把老东家泰和友联公司的股权给买了。早在2017年12月22日，朝阳区法院就做出了一审判决，要求李亚鹏、李亚伟支付4000万元和利息给老东家泰和友联公司。那这个事儿呀，李亚鹏一直拖，拖到了今天，香港变成一国一制了，躲不掉了。如今呢，又被拉出来拉清单了。那李亚鹏这个事儿呀，没什么过多的解读，就是商业事件，欠债还钱的问题。李亚鹏因为经验不足，野心过大，步子迈大了，扯到蛋了。硬要扯政治的话，那就是和香港、大陆有债务的老板们，你们要小心了。这个也是个风向标，一国一制后，大陆是有权利直接监管香港的资金的。那话又说回来了，要论搞房地产开发呀，李亚鹏应该请教我们盘古大观的郭文贵先生呀。在我们爆料革命的眼里，这种债务问题也不是个事儿，几百亿、几千亿，对我们郭先生来说，那都是过眼云烟。
加入咱们新中国联邦，郭文贵先生的律师团队会帮李亚鹏先生搞定这些小问题的。好了，不开玩笑了啊。总之一句话，隔行如隔山呀。无独有偶，大网红面具人的死对头之一李子柒最近又翻车了。面具人揭露曝光过很多次李子柒的事儿了啊。大家可以在油管搜索面具人李子柒这个关键字儿，就能看到相关的节目了。继消费者从李子柒螺蛳粉中吃出刀片一事之后，李子柒再次卷入食品安全风波。日前有消费者称，他通过薇娅直播间买到的这个李子柒旗舰店的螺蛳粉当中，煮熟后发现这个螺蛳粉中赫然夹着一支烟头。3月15日，国际消费者维权日当天啊，李子柒品牌因为被曝光这个他的螺蛳粉中吃出烟头的事情，再次爆红网络。据消费者王女士描述，3月6日在食用李子柒螺蛳粉的时候，发现煮熟的粉丝和腐竹之间赫然夹着一支烟头。王女士说：“我还吃了几口，实在是太恶心了。”其实大家也别觉得李子柒有多么的火啊，几千万的播放量，是不是？其实互联网造假很简单，你像国内几亿粉丝的李佳琦，在油管的播放量过500都难。薇娅、李子柒也是一样的，他们脱离了共产党的帮助，是不会有什么人气的。咱们就来看看冯提莫。冯提莫在没有下位之前，一个视频的播放量有800-900万、1000多万。可是呢，现在冯提莫的后台倒了，一个视频的播放量也就才几千，还不如面具人我呢。哎，你说就算是冯提莫的热度过去了，有一定的差距，那差距也不可能是从几百万到几千这么大的缩水幅度，对不对？网络作假勾兑太常见了，有时候呢眼见未必是真。再比如之前的网红一姐 Papi 酱的后台倒了以后呢，就是芦苇嘛，芦苇倒了以后，哎，你看 Papi 酱的播放量现在也不行了，也不如面具人我啊。当然了，我们在国内的时候都是死对头，有一定的恩怨。总之呢，党现在说李子柒的食品有问题了，这就算是一种警告，告诉你听党话跟党走，流量点赞名气金钱那都不是事儿。可是呢，这些人要是不听党的话，这些人要是离了党以后，那就和狗屎差不多了。中国人就是这样，干啥事儿都必须要有个大腿抱着，奴性深重呀！啊，好了，说到奴性了，大家准备好呀，现在就要进入咱们今天的主题了，来讲讲美国的黄种人被枪杀的事件啊。以下环节是精华内容，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小铃铛啊。美国乔治亚州当局3月15日晚间逮捕了一名涉嫌制造3起枪击案害人事件的男子，有8人在这3起事件中归西，其中呢有6人是亚裔女性。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在3月17日针对这个事发表声明说，总统在昨天夜里已经得知在亚特兰大发生的这几起令人恐怖的枪击事件。白宫官员已经与亚特兰大市市长办公室进行了接触，并且呢将与联邦调查局密切保持联系。第一起枪击事件发生在距离亚特兰大市大约50公里的阿克沃斯镇的一家按摩店。当地警方说，一名枪手打死了2名亚裔女性、1名白人女性和1名白人男子，另外呢还有1名男子受伤。1个小时以后，亚特兰大警方在一家美容水疗中心发现有3名亚裔女性归西，她们显然也是死于枪伤。警方然后再根据距离此处不远的另外一家按摩店里面又发现了1名亚裔女性，同样也是因为枪伤归西。警方说，监控录像显示3个地点都有嫌疑人的汽车，警方基本认定3起枪击事件都是由同一人所为，也就是说，这个人作案做了1起还不满足，而是连续做了3次恐怖袭击。那这也印证了中国人的那句话，叫做什么？杀1个人也是杀，杀10个人还是杀，后果都是一样的。并且呢，这个人连续作案都是找黄种人下手，亚裔下手。可以看出，这个人有着非常强烈的作案动机的。
那目前这个事儿呀，像什么吴建民呀、江峰、文昭呀这些的民主大师都没人报道过咱们亚裔人被杀害的事情啊。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报道不？因为这个犯罪嫌疑人是川粉，他们报道的话就证明他们会打自己的脸，所以呢他们不能报道啊。这个川粉啊，他经常在脸书社交媒体上发布歧视中国人和迁怒中国疫情的事儿，甚至呢还自己印制了宣传 T 恤贩卖和赠送。他的言论和腔调与这些川粉博主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和那些什么极端的屠杀支那人的极端分子是一样的腔调，觉得中国人都该死，对不对？那面具人找到了一则这个凶手的脸书留言，你们看图啊，我直接念翻译版给你们听啊。中国正在掩盖 COVID-19， 他们阻止了我们的研究人员前往武汉实验室去发现他们在武汉进行的实验真相。如果他们是无辜的，为什么要阻止？中国政府一定在掩盖真相。他们知道武汉病毒是如何产生的，杀死了50万美国人，只是他们在21世纪确保全球统治计划的一部分。所有的美国人都需要反击中国。现在共和党和民主党需要团结起来，我们需要对抗中国，这是我们时代中最大的恶魔。通过这个文章啊，可以看出来，这个人讲的这段话逻辑没啥问题，就是民粹的情绪多了一些，然后呢，再结合一些还未证实的报道，导致了这起惨剧呀。病毒是否起源于中国？面具人，我个人的倾向是 yes。中共是不是全世界的威胁？面具人，我个人的倾向也是 yes。这个人的大方向没啥问题，就是他的思想过于极端，而且呢，目前的主流学术界、权威的媒体、科研机构都无法实锤病毒就是中国制造的，而且呢，中国他自己也不可能承认，对吧？那这个事儿目前呢，它就是处于谣言阶段，可以推敲，但是无法实锤，很尴尬。大家还记得面具人之前讲的，有个黑人小伙因为听信了某种阴谋论，觉得满大街的人都给恶魔附体了，然后呢就拿起枪到大街上进行物理驱魔，害死了几个人，而且呢他认为他自己做的是正义举动。那其实这些都是悲剧，好心办坏事儿。其实这些行为在心理学上面来看，大部分都是由妄想症驱动的。某些人由于长期在一种封闭单一的信息源中过度深陷，又无法获得更多的理性信息进行调节的时候，就会出现妄想症，甚至是行使极端行为。妄想病人很容易多疑多虑，喜欢胡乱推理和判断，思维有一定的障碍，甚至他们会出现幻觉。那这类人往往由于缺乏安全感，导致对外界的极度不信任，活在一种虚假的极端的世界里面。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受过超出自我承受能力范围的打击的人啊，容易产生妄想症。比如被疫情破坏了正常生活的美国人，再比如吃过中共铁拳的中国人，他们这些人很可能一辈子都逃离不掉这种阴影，产生被迫害妄想。他们会经常处于恐惧状态，感觉被他人经常议论、诬陷，甚至有可能有人想暗算他的财产可能会被抢劫，有人要迫害他，社会不公平等等等等。被迫害妄想症严重时，会伴有自杀或者谋杀的行为。如果不及时的诊断治疗，会对病人自身和社会造成危害。而且，很多极端宗教团体也喜欢把自己的信徒塑造成妄想症群体，因为人在被恐惧和未知笼罩的时候，就很容易被操纵、被引导。而且呢，正是因为这类妄想症人常常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所以呢，如果有必要，只需要加一把油，就可以把这类人变成威力巨大的武器。这类人我们既不能把他人道毁灭，也不能刻意疏远他们，因为疏远他们会导致他们更加的极端。所以呢，面具人认为要搭建更有效的良性的沟通管道，比如以社区为单位，经常举行一些心理交流活动才是正道。可是呢，有时候尴尬的是，无上限的阴谋论会塑造无底线的人，比如
这些阴谋论者会告诉你，这个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阴谋政府驱动的，别人干啥事儿都是要迫害你，都是有阴谋的。那这就麻烦了，这是很难反驳的，并且呢，这也不是好事儿啊。好，咱们再思考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华人呀对这次的美国枪杀亚裔的事儿几乎不关心？那些博主大 V 呢也很少报道。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没有利益，或者是可能打脸。反正死的又不是自己家人，所以呢，既得利益者是不会关心与他利益无关的事儿的。然后呢，咱们再看看我们这些普通华人关注这种事儿吗？普通华人也不会关注这种事儿。说到这儿啊，面具人我就想谈谈我们海外华人的权利意识。咱们就以典型的美国华人移民来说吧，我总结了3个阶段的原因。第一个阶段，先说旧社会的美国华人，很多人是因为淘金运动还有贩卖奴隶到达美国大陆的，还有一部分人是偷渡的。可是呢，华人和黑人的身体素质差距很大，华人的身体弱小得多，承受不了高强度的劳动，所以呢，当年的美国华人奴隶工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5年存活率连30%都不到，而黑人的5年存活率有60%以上。正是因为华人身体弱小，存活不久，正面对抗能力也非常差，所以呢，华人在美国旧社会的那种野蛮时代，靠体力走江湖的时代，往往是谁都惹不起的。所以呢，旧社会的华人想要掀起什么平权运动，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华人太弱小了，弱小到了不配拥有权利。那面具人想说啊，权力和力量是挂钩的，越是原始的社会，权力越是和力量挂钩。可是呢，华人的力量偏偏就是太小，这确实是种族劣势。而且呢，华人在美国的死亡率非常高的这个事件啊，我们要重视，要正视啊，不要听那些什么川粉给你造谣，说华人到了美国都是被善待的啊，都是搞什么种地修花园之类的。华人和黑人一样，都是干奴隶工，懂了吗？都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而且呢，华人因为身体素质不行，华人在美国是怎样也无法和黑人白人竞争的，所以呢，华人只能和华人抱团，这也是第一阶段的海外华人，他怎么也不可能诞生人权运动的，懂了没？因为实在是太弱了。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第2个阶段的海外华人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到了今天，社会渐渐的变了，不靠体力也能混饭吃了。于是呢，华人的优势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华人善于权谋，因为身体弱小，华人做事总是考虑的比较周到，算计的呢也比较精细。所以呢，华人在经商、金融，甚至是灰色产业上面都迅速的发展了起来。咱们就拿灰色产业来说，白人黑人总是搞出事儿，可是呢，华人因为胆小谨慎的天性，就是越做越大，还不出事儿。可以说，华人在西方世界的各行各业都有着不俗的成绩。可是为何海外华人还是一盘散沙呢？其实海外华人和海内华人改革开放的那批人是差不多的，进步的只是口袋里面的金钱，而非自己的思想。海外华人也多混迹华人圈，靠华人圈扩展自己的商业道路，所以呢，他们对西方的人权运动和文化运动接触是比较少的。而且呢，迫于生活的压力，华人的脑子里面还是只关心赚钱，赚更多的钱。那这种状态呢，就像我们爷爷奶奶辈儿的人出门要把零钱用手绢裹上，装在兜里，吃饭的剩菜怎么也舍不得扔，是一样的状态。在他们这一代人里面肯定是改不掉的。而且呢，很多新移民到了美国，刚开始的生活也不好，赚钱呢是第一要素。至于那些华人土豪移民到美国，人家自然不会和底层华人打交道，所以呢，他们也不在这种生态圈里。再说了，国内的土豪几乎是没有什么普世价值的，土豪华人就不在这种讨论范围内，他们也不会主动帮助底层的可怜华人的。所以这个阶段的海外华人也只是比上一个阶段的海外华人好了一点点，仅仅是好在
不用靠拳头走江湖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文明的门槛他们还是没有踏入。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说重点了，那就是第3阶段的华人啊。在这里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啊，那就是海外华人在目前的这个文明社会究竟有没有过权利运动？有没有？答案是肯定的，当然有了呀。可是呢，为什么华人的权利运动都失败了，甚至是起到了反作用呢？这是重点啊！仔细听好了，华人在进行种族平权运动时，并不是以当地人、美国人的身份在争取平权，而且华人不关心当地文化，华人的平权运动往往是伴随着过度的利己主义、爱国情怀。这个国爱的不是美国，这个国爱的是中国华夏文化。你可以看到很多华人的平权运动，他们要么是说什么孔子呀，要么就说中华文化呀，要么就是摇着5星红旗，嘴上大喊我是中国人。华人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时候，往往绑定了我是爱国者，我是华人，我为祖国骄傲自豪，中国强大了，厉害了，我的国的这种身份去在别的国家争取种族平权，那这就注定了不可能成功的。就是说，任何一个外国人以外国人的身份来到这个国家去争取外国人的权利，那这种行为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会愿意的。而且呢，华人争取的也不是像马丁·路德·金、甘地的那种普世人权，而是纯粹的索取的利己人权，和黑人、白人、黄人共有平权关系不大。准确的来说，华人强调的是华人特权，再加上华人的身份认同有问题，他搞不清楚他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人，所以呢，他也就没有办法去确认种族平权的问题。如果你认为你是个中国人，那你就不应该在美国找美国平权，你应该去回中国找中国共产党平权。如果你认为你应该找美国平权，那你首先要认为你是个美国人，而不是拿着中国的国旗在别人的领土上要权利。这种行为放在古代就是开战的信号，反而会招致别人的反感，更加排斥华人。华人在美国的平权运动必然会失败，因为华人和黑人的平权运动还不一样。黑人在平权运动时，他们是牢牢地把自己和美国精神绑定在一起。除此之外呢，美国黑人他不会拉任何别的国家给自己背书的，而华人呢，他是在不承认自己是美国人的同时，还要美国人给自己平权，总是拿中国给自己撑腰。那你觉得这种平权可能会成功吗？其实华人的奴性没有变过，总想找人替自己做主。国内的华人想让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反共的华人总想让美国帮自己消灭共产党，海外的华人总想找大腿替自己做主。这3类人呢，其实都是一类人。真正的底层华人互相的链接，精神层面的东西几乎没有，主要还是利益。而华人在有了足够的利益以后，会毫不留情地抛弃这个团体，那么这个团体就永远无法有上升的空间。海外的底层华人呢，是不会自发性的进行某种权利运动的，他们总是会找什么华人商会、华人社团，而这些组织基本上都是由中共在背后资助的，所以呢，必然会有一定的政治导向。要么就是把华人的人权和爱国挂钩在一起，要么就是把华人的人权和反共挂钩在一起，始终都是围绕着共产党去搞人权。那你们想嘛，其实这些都和美国的人权没啥关系，甚至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美国人。那因为这些人都不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还要什么美国人权嘛，对不对？反而会给美国人一种印象，就是利用美国的实力实现他们的野心。华人既得利益者不会关心底层炮灰的死活，正如那些有钱人不会关心路边的野狗的死活是一样的。如果他们关心，一定是有更高的目的。而底层呢，也经常互相啃食，底层互斗。海外的华人除了钱之外，还不能找到自己要追求的东西，甚至连理性都很难保持。比如
在美国大选的这个问题上面，这是很简单的政治博弈呀。可是呢，这种事儿在咱们华人眼里面就能升华到神魔大阵、神呀鬼呀的啊。咱们在这种最应该理性的事件中注入了太多的迷信和个人情感，这也导致了华人对简单的政治政策无法进行理性和准确的判断。那么随后而来的就是判断错误而导致的一错再错。华人每个个体都无法自信自己能撑起一片天，所以呢，无法产生英雄，更无法产生英雄所见略同的一群英雄铸造的传奇。每个华人都想靠关系抱大腿。其实华人社会还是一个非现代化的原始宗族社会，只要还是这样的社会，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它的核心竞争力只有2个字儿，那就是关系。关系好就有竞争力，没有关系或者关系不好就没有或者是缺乏竞争力。那什么叫做关系好嘛？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宗族社会里面啊，关系的核心就是血缘。所谓的关系好，其本质含义就是爹娘好，或者是干爹好、干娘好、主子好。爹娘好是不需要靠自己努力的，但是干爹好、干娘好、主子好是需要靠自己努力争取的。那怎样努力争取呢？就是千方百计的把自己锻炼成让强者使唤自己，像使唤自己家里面的狗一般得心应手的利用的好奴才。这样呢，强者说不定会拉你一把，看你可怜，看你听话，你把他舔舒服了，他带你上位，对不对？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个人，其在社会上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奴性。奴性越强，竞争力越强；奴性越弱，竞争力越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华人的这种宗族社会，尤其是习近平强化了宗族社会的属性，那能在这种社会取得竞争优势，而在社会上占据制高点的那些所谓的强者，都是奴性极强的人。而且一般来说，地位越高的人，奴性越强。那什么叫做奴性呢？你可以这样理解，在社会生活中，奴性的现实表现就是在自己做奴才的时候，厚着脸皮舔主子的屁眼儿，等自己有机会做主子了，一定要教会别人怎么舔屁眼儿，体验被舔屁眼儿是什么感觉。奴性就这样永远的传承下去，还美其名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上人还是人日人啊，反正大家不舔屁眼就活不下去，大家也不相信不舔屁眼就能活下去，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所以呢，大家既然都想这么样的生活，几个华人牲口在海外被枪杀又如何？很重要吗？有舔他们的主子的屁眼重要吗？你告诉我。自古以来，君主们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总是以一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父母的角色教化百姓。国人的奴性基本来自于君主们的文化政策。文化不仅仅是文字和书籍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思想和精神的传承。最能体现的就是君主在王朝的统治时期文字狱的多寡和严酷程度。史学家顾颉刚认为，在这方面清朝文字狱可谓是空前绝后。清朝的文字狱禁锢思想，摧残人才，倒行逆施，是历史最大的倒退。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是从来没有像清朝那么动辄得咎，文风就是雨，苛刻到每个人每一秒的地步。清以前的文字狱基本上是君主一个人的个人好恶，一朝天子一朝臣，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从来没有像清朝这样贯彻始终，形成一种文化政策，持之以恒。司马迁的外孙杨运写了《报孙惠中书》，得罪了汉宣帝，被认为大逆不道，被判处了腰斩。曹魏末年，嵇康写了《与山巨人绝交书》，得罪了权臣司马昭，被斩于东市。有人说，南柯一梦，恍如隔世。
红楼春宵转瞬即逝，辉煌日晕和灿烂彩虹都难以抗拒它的消亡。海市蜃楼在江洋上磅礴，最终不过化为飞灰和泡影。有人说，只要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和体量，连命运之神也将对其毫无办法。于是卑微的人将具有这种力量的人奉若神明，为他修筑祠堂，建造庙宇，供奉牺牲，疯狂崇拜。被塑造起来的所谓的神明，或人们所谈到的偶像，并不总是如冰雪那般圣洁，反而处处表达着支配他的信徒的欲望。这些信徒呢，也不反抗，大多数就心甘情愿地成为偶像操纵的傀儡，否则就是违逆旨意，就是叛徒和大不敬。他们将偶像置于组织的地位，将自己摆在走狗的地位。从这个时候起，一切的奉献，一切的祭祀都变了味道。走狗会为什么而感到高兴呢？那当然是主人的重视和拥抱啊。主人会为什么而感到难过呢？那当然是主人的忽视和抛弃啊。走狗会为什么而感到愤怒呢？那当然是被别的人揭了他们组织的短，以及被讽刺他们愚忠护主的恶心。奴才感到快意，不是因为什么事情让他感到了幸福，而是因为他连同着其他许许多多的奴才，为护主贡献了力量，折磨到了别人，让平静的社区充满了喧嚣和对立。换句话说，走狗和奴才们的喜怒哀乐早就已经不属于正常人类的逻辑思考。你所反对的他们会大加支持，你所厌恶的他们会大加赞美。他们不是耶稣的信徒，而他们自诩是的，他们更像是恶魔的仆从，而这些仆从往往比他们的主子更加的变态，更加的令人感到的恐怖。没有脑子，便不用担心去解读评论他们不好的困扰；没有羞耻心和责任感，便可以肆无忌惮地去集群和爆破其他无辜的人。嗅觉出了问题，便依靠着半瞎不瞎的眼睛去看待事物。恶臭的大王花因为光鲜亮丽的外表，就被这群人拿来当作佩戴的装饰，以至于带着他们招摇过市。路人看见这群人如同苍蝇一般乱撞，这群苍蝇还自以为是圣洁的斗士。主人的宴席，这些奴才也想参与，可是主子说不能够，因为奴才的到来会不符合这宴饮规定的阶级。但奴才们不会感到失落，他们反而会更加变态和疯狂。他们会向路边的人吼叫道，向世人昭告道：瞧啊，我们的主人多会为我们这群奴才考虑，他还说要把吃剩的骨头分给我们这群狗，并且发照片和动态，把他吃了多好的场景拿给我们瞻仰呢。